大家好，欢迎回到北欧老吴聊美股。那么今天是会员专享的周末漫谈。呃，因为我最近分身乏术，所以过去这一周没有进行这个直播。那么，周末的这个复盘我们还是要继续的。那么我们继续这个今天的复盘。那么至于直播什么时候恢复，我会在频道的社区里面会给大家这个预告的。好的，那么来看一下今天看图说话。第82课，分形结构的心理因素。那么我还是要强调一下，我这个所有的插图是借用了这位师兄或师姐萤石陪你禅中说禅这个地址在知乎上，版权是他的，我们只是借用一下。因为在禅论里面，只有很少的几课禅师做了插图，大部分是没有图形的。那么有图的话，就是你理解起来可能更容易一些，一目了然。我们看一下这个插图，分形结构的这个心理因素。所谓的分形就是顶分形或者说底分形，对吧？呃，顶分形或者说底分形这三种结构。那么你按照定义，就是任何人都能够知道什么是顶分形，什么是底分形。然后顶底分形有三元素：第一根 K 线第一元素，第二根 K 线第二元素，第三根 K 线第三元素。那么底分形也是一样的。所以说，定义好了一二三元素，那么我们就知道交流起来就很方便。我们看一下禅师的文字，显然一个顶分形之所以成立，是卖的分力最终战胜了买的分力，而其中买的分力有3次的努力，而卖的分力也有3次阻击。用最标准的已经过包含处理的三 K 线模型，这个最后这个成型之后，这个顶分型一定是包含处理过的。如果说你没有经过包含处理的话，你需要进行包含处理。这个在缠论里面也已经有专门的这个文章来介绍。所以说你不知道什么是包含处理的话，也要学一下。这是有前包含还有后包含，对吧？所以说这是这个不一样的。然后第一根 K 线的高点，第一根 K 线也就是第一元素，第一根 K 线的高点被卖的阻力被卖分力阻击后出现回落，这个回落出现在第一根 K 线的上影线部分，或者第二根 K 线的下影线部分。而在第二根 K 线上出现一个更高的高点，但这个高点显然与第一根 K 线的高点中出现的买的分力一定在小级别上出现力度背驰，就相当于这样一个小周期有一个盘整背驰，从而制造了第二根 K 线的上影线部分。在这个82课，它讲的这个分形的结构的心理因素，其实最重要的是用来判断是否形成中继的顶分型，或者说中继的底分型。那么如果说你能够非常好的利用中继的顶底分型的话，那么对你实际操作中是很有帮助的。这个就不需要你去看这个次级别或者次级别，就比较麻烦嘛。如果说你能够利用顶底分型的一个结构，我就能判断出来，或者大概的判断出来这个中继，这是否是一个中继的，还是会形成一个固定的，这样对你的操作起来可能就更方便一些。最后第三根会再一次继续买的分力向上攻击，那也就是向上，但这个攻击完全被卖的分力击败，从而不能够成为一个新高点，而在小级别上大致出现一种第二类买点走势，对吧？就是上去了这样，然后再一个往上冲，这里会形成一个小周期的一个二卖，第二类卖点走势。那么继续下来就会形成这么一个结构。所以说前面是会出现一个盘整背驰，然后那个第三根元素会出现一个二卖。如果说这是一个固定的顶分型的话，那就会向下延续，甚至出现一个三卖，对吧？所以说，顶底分型一定跟这个次级别的这个结构，它是一个表里关系，就是大周期套小周期。那么大周期上表达的是顶底分型，
小周期的话，它是有盘整背驰啊，或者是二买二卖啊这些结构的。由上可见，一个分形结构的出现，如同中枢，都是经过一个3次的反复心理较量过程，只是中枢用的是3个次级别，对吧？我们继续看，还是82课。如果第一 K 线是一长阳线，而第2、3都是小阴小阳，那么这个分形的结构的意义就不大了，对吧？他说的是第一元素是一个大阳线，然后第2元素是一个小阴线。如果是这种结构的话，那它形成一个固定顶分型的概率是非常低的，那么形成一个中继的可能性就比较大，也就是可能继续向上涨。如果说这是一个上升过程的一个出现的一个那个顶分型的话，在小级别上一定显现出小级别中枢上移后小级别新中枢的形成。一般来说，这种顶分型形成真正顶的可能性很小，绝大多数是中继的。例如，上海日线9月17、18、19这3根 K 线组成的顶分型结构，那么也就是这3根，也就是第一元素是一个大阳线，然后第2元素、第3元素，它这个其实不是特别的明显，对吧？因为这个2、3两个元素这个 K 线实体并没有很小，虽然说线影线很长吧，但是在这里并不能够很明显的表达这个就是他说是那个第一元素是一个长阳线。当然了，这个在这里面的话，它确实是一个类似一个光头破角的一个阳线。所谓光头破角，就是一般说光头破角就是那个没有上影线也没有下影线。那这里的话是有一点点的上影线，所以也可以算成是一个光头破角。一般出现这种光头破角的阳线或者阴线，说明某一方的力量非常强。如果说是阳线的话，那就是多头的力量强；如果说阴线的话，就是空方的力量强。一般出现这种光头破角的。那么在这里他用了这个例子，说明这里只是一个中继的，然后又向上那个延续，到这里还是中继的，到这里才形成了一个真正的。我们看后面这个顶分型，对吧？就是其实这个也不是非常典型的，因为它这个1、2、3元素，第3元素这个顶分型也不是一个强顶分型。我们之前说过，顶分型有强弱区分。如果说第3元素直接跌破了第一元素低点，这是一个强顶分，那么其实这还是一个弱顶分型。所以说，我们更多的或者我在直播中介绍的方法是什么？就是双触发。所谓双触发，就是我要有顶分型出现，然后我还要看它的内部结构。这样的话，更容易判断，或者说辅助判断这个顶分型是中继的还是一个固定的。那么在这个上升过程中，那么它这里是小次级别有一个中枢的，那么这有进入段有离开段，在这个里边它又有一个结构，所以说利用2个周期辅助判断可能更容易一些。但是如果说单从这个结构上，如果说你这个经验不够丰富，或者说只是说前面已经出现过几次了，然后你就判断这里是一个可能是一个固定的顶分型，那么这个没有绝对性，对吧？这个是需要看当下的一个走势的。好了，我们继续往下看，还是82课，但如果第2根 K 线是长上影，甚至就是直接的长阴，而第3根 K 线不能以阳线收在第2根 K 线区间一半以上，那么该顶分型的力度就比较大了。这里他举了一个例子，最终要延续成比的可能性就极大。例如，上海6月8号、19、20、21里面有一个包含关系，它这里是有一个包含关系的，但这包含关系是直接把阳线以阴线吃掉，就是这是阴包阳，这是一个阴包阳，就是一个阴线的这个实体把这个阳线的实体全部包含，这就是一个晕线，在传统理论里面，这是一种最坏的包含关系，对吧？它出现了包含关系之后，这些 K 线组合，其中是经过包含处理之后形成了一个顶分型，这是
阴线包含了阳线，所以说这个偏空，那么它最终是造成了一笔的回落。继续看，还是82克的，那么这课这位师兄做了很多插图，非常辛苦。然后这个是以上海指数日线第3根 K 线，如果跌破第1根 K 线的底，而且不能高收到第1根 K 线区间的一半以上，它这里有个例子在这里，这是第1元素、第2元素、第3元素。那么第3元素杀得非常狠，直接跌破了第1元素的低点，然后当天回收的时候，不能够收到第1元素 K 线区间一半以上，对吧？一半以上在这儿呢，它是收在这里了，可能或者收在下面这个位置了，属于最弱的一种。也就是说，这种顶分型有较强的杀伤力，例如上海的这个5月28号的29、30这3天形成的这个 K 线。所以说出现这种 K 线的时候，那可能大概率，如果说你不用它这个双触发的话，因为它这个位置，如果说这个高点在这里的话，它也没有形成顶的那个回落一笔，这里也没有形成回落一笔，那么这里是一笔到这里。如果说利用双触发，可能是它内部已经有一个，这是1浪、2浪、3浪、4浪、5浪，一个小5浪，对吧？那么小5浪之后出现顶分型，而且是一个强顶分型，是这么一个顶分型。那么你利用双触发，又利用这个顶分型结构，大概率这里要回落一笔了，对吧？强顶分和弱顶分唯一的指向性就是强顶分型更容易出现回落一笔，但是没有100%决定性，需要这个结合多个周期来观察。好的，还是这个82克的插图，但是这是最后一个插图。如果你能有效的分辨中继分型，那么你的操作就会有大的进步。这样，利用分型搞了一个美妙的短差，又不浪费期后的走势，这就是一个比较及格操作了。这操作其实我们都经历过，就是上海周线，现在举的例子是周线，9月7号前后那个顶分型的操作，也就是这里一个完美的中继顶分型，在假跌破5周均线，以及这是5周均线，以及相应的小级别背驰的共同作用下完成，对吧？这是利用了5周均线，然后它的这个次级别的一个形成了一个中继的顶分型。所以说，能否判断这个中继与否，这个其实是一个进阶的，需要大家多看多练习，这样的话，你可能这个把握起来更精准一些。好的，那么就回到了我们平时做的这个复盘，看一下这个下周要出哪些宏观数据。因为呀，现在美国政府已经那个关门了嘛，要停摆个1周左右，可能是1周，现在还不知道多少天。这个2个党还没有达成共识。那么因为上周五应该出的非农数据没有出来，那么但是呢，上周好在出了一个小非农数据，也就是 ADP 数据，但是呢比预期要差很多。但是这个怎么说呢？对实体的，如果说就业对实体的影响很大的话，那么对股市来讲是这个可能是好消息，因为美联储就更愿意降息了，所以说现在市场压住11月、12月还继续降，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最近1周一直在涨的原因，因为那个就业数据非常差嘛。但是下周又有非常重要的这个美联储的这个会议纪要，还有鲍威尔的一个讲话，然后还有经济数据，然后还有这个看看下周五10月10号这个非农数据能不能够出得来，或者说下周五这个政府能不能够开门，对吧？如果说开门的话，就会公布这个；不开门，可能继续就没有这个数据。所以说这个是不一定的，现在只是暂定。好的，那么我们看一下那个图形，先看一下大周期这个标普，虽然说本月只有这个3个交易日，但是已经出了顶分型，那个已经突破了上一个月的高点了，意味着月线上还没有出现顶分型，想要出现顶分型，那就要等到11月份了，对吧？看11月份能不能够出现顶分型，还是说出现一个包含关系的，那就还要再等1个月。这就是在大周期上，就主要看有没有顶底分型就好了。
那我们结合多周期看一下次级别。周线上这个结构大家已经非常熟悉了，这是起涨点 A 中枢、B 中枢，两个中枢的高低点没有接触，一个趋势上。我们在分析图形的时候，或者说你在要交易的时候，都是把现在这个图形跟模型相比较，就是你知道的这个缠论模型相比较相对照，然后找到它的未完成段，对吧？什么叫未完成段呢？就是它已经有两个中枢了，然后这一段有没有完成，这就是在围绕中枢震荡嘛，对吧？你所交易的或者你能交易的就是这个未完成段。如果说上涨未完成，那你就做多；如果说你发现上涨接近完成，那你可能要小心一点，做多要谨慎一点。如果说你发现要掉头了，那你肯定要做空了，对吧？因为它要回落了，或者说形成一个三买不回来。所以我们做的一定都是延续，它做多上涨延续你就做多，上涨不延续了，那你就可能要减仓，或者说要这个观望一下。那么现在这一笔，现在周线上还是一笔，然后顶分型还是没有出现，那继续观察下一周能不能够出现顶分型，出现顶分型了，能不能回来？回来的话继续震荡，不能回来三买，对吧？所以说，大周期其实虽然说可能那个结构上没有那么精细，但是往往它更直观一些。那么我们现在关注重点就是最后这一笔内部结构，看看够不够饱满。4835进入段 A 中枢 B 中枢，但是呢，我们之前是用2小时观察过这个结构，现在我们再看一下2小时，这2小时上它这个结构比较有意思。怎么有意思呢？就是在2小时上，它是一个4个中枢，这是4835那个位置，在4835起涨点。现在我们看的周期是2小时，这是第一个中枢、第二个中枢、第三个中枢、第四个中枢。在2小时上，我们仔细观察一下这4个中枢，其中第三个中枢和第四个中枢高低点是有接触的，这是一个扩张的中枢。那么就变成什么了呢？变成前面这些都变成进入段，后面是一个离开段了，这就相当于这个中枢扩张了。那么最后这个，我们现在关注一下最后这2次回落，这2次回落还是这个扩张之后中枢的一个三买，也就是说现在是走小 B 段的。对2小时这个级别的话，现在是走2小时中枢的小 B 段，那么它完全是可以在上面这里再生长出来一个小 B 中枢，也就是说这是 B 中的大 A， 这里完全可以生长出来一个 B 中的大 B， 也就是这个是小 B 段，2小时升级之后的小 B 段。所以说，好多人觉得这怎么天天涨啊？为什么还不跌呀？因为结构没有破坏呀。你想要破坏这个结构的话，或者说想要下跌的话，你首先在2小时上，你这个三买还没有打掉呢，这里有一个小三买在2小时上，你先跌破这个三买，也就是说，首先要拉回来，拉回到最后一个中枢里面来，破坏这个三买，甚至砸穿这个2小时的这个下沿中枢下沿，然后开始走反向，你才可能出现一个转势，对吧？所以说，没有出现那个之前，它就要可能在这里做中枢。A 中枢、B 中枢，然后才结束这个整个的小 B 段，这是2小时中枢的小 B 段才结束。那么后期的话，可以把这个小 B 中的大 B 给它变大，继续扩张。那么这样的话，扩张之后跟下面这个扩张之后的中枢一致了，结构一致，下面是大 A， 这个就变成大 B， 才有可能结束这个上涨，对吧？所以说，这是往上继续生长的一个推演。那么要往下走，我们刚才已经说了，它首先要跌破这个三买才可以，先回来，然后一个反弹不能够出现高点，出现一个二卖，然后往下走，才有可能。所以说，没有出现那些之前的话，更可能是在这里去震，然后按照我们刚才第一种推演的方式。好的，这是针对这个指数，我们简单说一下，然后先看一下，一位会员朋友们的一个提问 ，AMD，我们简单说一下。AMD 现在这是月线的这个中枢，那么月线上
一个很清晰的这个中枢，还在围绕中枢震荡。然后这个反弹这一笔或者上涨这一笔也结束，也是成一笔了，在月线上也成一笔。现在月线上也有顶分型了，看一下裸 K， 也有顶分型了，对吧？按照我们刚才学的这个禅师的文章，就是这里出现顶分型了，你就要通过你的工具，它是不是要出现一个中继的顶分型，继续往上生长呢？还是说是这个顶分型可以固定下来了，然后可以回落一笔，对吧？那么在月线上它就有两个位置，149.22和186.65，它需要要么突破这个位置，要么跌破这个位置，才能够出现变化。这是在这个月线上，看一下周线。那么周线这是这个这些结构是我们刚才看那个月线上一笔，然后这是那个顶分型。那么现在在周线上的话，只是一笔上一笔下，这一笔还没有出现，所以说要么继续往上生长，出现周线上的一笔，甚至再次突破这个186.65也可以。如果说能够突破186.65，那其实就是月线上那笔延伸了，对吧？这是一种情况，还有一种就是再次跌破它，那就是这个向下的一个延伸，那么就会去生成月线上回落一笔，所以说差不多跟那个月线上。我们再往下看日线，那么日线上这是起涨点，然后这是它一个进入段，是走了一个非常强的浪形，走了一个7浪，然后开始回落，然后我们现在关注的就是186.65，现在这里是有一个日线中枢了，它现在想要这个出现变化的话，一定要脱离这个中枢，要么是快速往上走，要么是砸穿这个往下走，对吧？所以你要操作的其实就是现在就是围绕这个中枢震荡做中枢震荡的一个操作就好了。那么，但是呢，它现在这是进入段，这是一个1、2、3，但是回落这一笔还没有完成，对吧？它也可以是第3笔没结束，这一笔可以继续慢慢往上延续，但问题是它的内部结构太纠结了走的。那么这一笔同样的前面这个时间是用了大概1周时间，现在可能2、3周了，在这里已经墨迹了，所以说走的非常纠结，那么更容易出现一笔回落，一笔回落之后看看能不能给一个2买，前面是1买的话，然后快速往上走，甚至突破186.65，对吧？所以说现在没有出现那种结构的之前，那么周五又出现了顶分型了，那你要注意这里是不是要回落一笔了？那么如果出现快速跌破这个位置，那可能就要走离开了，因为跌破它意味着走月线上那笔回落了，你要注意了。如果说下周它出现一个快速往下走的时候，一定要小心，那就要去跌破这个149.22，那你要关注这个离开段跟进入段是不是不背驰，如果不背驰的话，那可能要在下面再做一个中枢，对吧？就防止这种最坏的情况，你这个位置首先要减一点，然后看它是不是给一个2买之后再上去，还是说继续在这里震也可以，对吧？继续震，选方向，等待这个结果，因为马上也快财报了嘛。所以说针对这个 AMD 的话就，首先要谨慎一点，毕竟这段走的太纠结，要防止它这笔回落。那么周五也给到顶分型了，因为它的内部走的也非常纠结，所以周五应该减一点。那么等待这笔回落，回落给2买的话再买回来，对吧？不跌破这个，如果说跌破它的话，不能够出现有力度的跌破。如果说内部结构非常小的这种浪形往下走，跌破它的话，那你就不能够往里进，因为它可能要不背驰的继续往下走。好的，这是针对这个 AMD。那么还有一点时间，我们看看这个刚刚过去这周比较这个关注度比较高的，比如说这个以太币。那么以太币，我们在上个周末做复盘的时候，刚好在这个位置4021，也就是这个等比例的位置。我们当时说4021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位置，如果说能够拉回去的话，那就看它能不能够有2次反弹。然后这里还有个趋势线，对吧？那确实是又拉回去了，没有跌破这个4021，因为它如果说往下走的话，那就变成了不背驰了，那可能是1、2、3、4、5去了。那么现在我们看，还是有这根趋势线，还是顶到趋势线上了，看到没有？所以说这是还是组成现在已经有反向中枢了，或者说你要么是快速往上走，突破这个趋势线，再次突破这个前面的4955，或者说什么呢？就是进入段2次反弹，
构成中枢，可以走反向，可以继续往下走，也可以。所以说就关注下周这个能不能够有效的能够突破这个趋势线，甚至是突破之后回踩一下一个确认，然后往上走也可以，对吧？相当于就是在这里这个中枢震荡，然后哎回来了一次，这里可以把那个中枢的中轨加上。如果说这荡上去了，然后踩到中轨这儿，哎，一定要买回来，它可能要继续离开这里了。然后这样的话，就是以一个趋势上，从1383，这是 A、B，然后一个趋势上来结束这笔上。趋势上之后，那就看它后期一个演变。所以说现在就是这个趋势线正好拦在这里了。但是呢，上周或者现在，比特币，这个上周是涨的是或者说非常强势，比这个以太币要强势上周。那么看一下这个比特币的结构。比特币的话，它这个从这个起涨点，这是74420，这个结构很有意思。这是一个进入段，然后开始做 A 中枢，然后还上去之后给了一个3买，之后打了一个高点，也就是现在这个历史最高点124533，然后出现三买之后，然后哎这个跌破了3买，看到没？跌破3买之后拉回到前面这个中枢里来了。所以我们当时分析的时候是有几种情况的，就是说跌破3买回到前中枢之后，它有几种变化，要么是哎这里出现一个新中枢，这是 A，然后这也是 B，但是高低点有接触。出现一个扩张的，看它能够往上走，这是一种情况。还有一种就是跌破3买之后，然后反向出现2卖，就是3买转2卖往下走，但是呢，它又没有很快的砸掉这个前面的低点，而是走了一个反向，那就变成了一个直接变成了这个做大跌中枢了，对吧？当时是在这里，我们当时讲的时候应该在这个位置，上周在这个位置，我们说这里可以有一个2买，如果说不跌破前面这个低点，可以是再来一次反弹。但它这个明显反弹的很强，直接回到了这个中枢的这个上沿去了。像那个以太币的话，还是在这个趋势线这里，对吧？你能够明显的看出来这个强度。我们再看一下小周期上，我们上周在分析的时候在哪个位置上？上周我说我的个人倾向是它跌破这个107.250，然后是走这个周线上的回落一笔，也就是说跌破这个位置之后，就是周线上要回落一笔。这是我上周说，我说我的个人倾向，但是我当时上周说了，我们上周的时候正好在这个位置，上周在这个位置，我说小周期上看不到往上冲的力量。哎，我当时因为我在做视频的时候，有的时候是周六做，有的时候是周日做，看我这个具体的时间不一定。我上周做的时候是刚好在周六做，周日做的，上周日我做的视频就在这个位置。我说，看不到往上冲的力量。那就要可能往下走，因为我们回到这里来，也就是说，这是1小时上，这是 A 中枢、B 中枢，然后 B 中枢这里可能是次级别的一个大 A 中枢，可以往下走，再走出一个次级别的大 B，才可能结束这个小 C 段。当时上周我分析的，但是等到我分析完之后，我说我没有看到向上的力度啊，对吧？你想突破这个小的中阴段，你要有力度。哎，我讲完之后。我忘了是周日的晚间还是这个周一的这个早晨，就出现了一波快拉。这一波出现，我一看啊，走反向了。这几根 K 线出来，就很明显的一个力度出来了。我一看，这就是说日线上要走反向一笔了。所以说，一定不能预测。我们所做的，或者我现在做的，都是不测而测。我们做的是推演。所以说，任何人告诉你的预测都不能听。任何人的预测都是狗屁，都不能够去指导你的交易，一定是根据当下走势的现有情况你做分析，对吧？在我当时分析这里的时候，我可以说它可以往下，也可以往上，但是需要有力度出现，对吧？没有表达之前，那就是一个中阴段，它就是一个箱体震荡，或者说一个中枢震荡都可以，叫法不同，其实是一样的意思。但是等到周日晚间或周一的时候出现的力度的时候，那你就要立刻市场就告诉你的选择了，市场就告诉你他的选择，他要干什么了。其实你不需要去预测，这也是为什么预测无用的原因，因为市场怎么选，他会告诉你的。你一看那个力度就知道了，明显的强嘛。什么是强？就是很多大阳线、小阳线的往上拉，你像这种肯定不强啊，对吧？而且是在一个平台里面震，所以说一比较力度你就知道。
强的时候，它会很强的一下就表达出来，你就知道这是非常那个坚决的往上拉升。那么我们看它后面这段力度，走的非常坚决，一个浪形的小浪形往上走。但前面这个我也画成了1小时的中枢，但是呢，严格定义这里是1小时是没有中枢的，因为它这里都有包含关系。那如果这里不算中枢的话，你就知道我们看它这个裸 K， 那走的非常坚决。这第一笔是走到这里，这样的话是以一个浪形的模式直接就干到上面去了。我们看这个，直到这个位置才出现中枢。那么前面如果说这个不算中枢的话，就是1、2、3、4、5，一直1小时上拉了5笔呀、直接干到这个位置，然后开始出现中枢。所以说你非常强，你跟前面这个一比较，这个空间从这里到第一个开始做中枢这个位置，直接就突破了前面这个下落的这个高点，看到没有？同样的空间，我这里用了2个中枢的下跌，到了这个底下这个位置。同样的，我一个微转，我用一个5浪，1、2、3、4、5，直接就回到了你这个空间，甚至比你还高，对吧？这就是结构，结构越简单，说明力度越强，这就能比较出来这个强弱。你这个空头的力量跟我多头的力量一比，根本没法比啊！我是以一个浪形的模式往上走，你是用了2个中枢才到同样的位置，肯定是多头强啊！就是在第一笔出现的时候，其实就能感觉出来它这个力度是非常强的，尤其是这几根 K 线往上拉的时候。对吧？所以说，一定是根据当下走势你来判断这个结构可能性的一个发展，而不是说我个人倾向于往下走，那我就要往下做吗？不是的，对吧？既然市场有它的表达了，我们只需要做相应的应对就好了。那么现在比特币的话，就看它下周，因为它也是在0轴以上，看它这一笔的拉升也是贴着0轴，对吧？如果说这个张口能张得更大一些，把这个前历史最高点再突破，走离开的话，那么就是相当于什么？因为这有一个 A 中枢了已经，现在看的周期是日线，然后这是 B 中枢，这是一个扩张的中枢。如果说这笔一定要有力度，因为这个扩张之后中枢是非常复杂的，你这段如果说没有力度的话，你是逃逸不出去的，逃逸速度一定要非常强。怎么能够强呢？就是结构一定要简单，结构如果说特别复杂的话，你根本就跑不远。跑不远又拉回来，又继续在这里震，或者说给一个3买之后，看能不能继续往上走，对吧？所以我们下周就关注，首先能不能够突破这个历史最高点，突破之后一定要走得远，走得远往回拉的时候才有可能不回来，形成3买，对吧？如果说走得不远，刚突破的这个，你就发现结构，因为1小时上，如果说前面这些全都做进入段，下面这个不算中枢的话，那这里已经有一个 A 中枢了。所以说这里现在开始有可能要做 B 中枢，这里要做 B 中枢的话，那么看看做完 B 中枢之后，可能能再砸一个高点，也就是突破那个历史最高点之后结束这个上涨。所以要关注现在就是1小时这个后期的一个走势，这是这个比特币。好的，我们再简单看一下这个英伟达，英伟达也是，我把这个结构给它补一下。英伟达我在上周也分析了一下，就是它从这个86.62的话，所有这些在周线上都是一笔。那么它现在是一个进入段，然后开始在这里做中枢。那我们当时讲，在上周这个位置的时候，我说这个184.55这里其实是可以断开。如果说以这个结束的话是没有问题的，对吧？这是起涨点，然后这个是带一个中枢是没有问题。但是呢，也可以在这里继续震，因为它这里有中枢的。你想要任何的变化都要么跌破这个中枢，要么突破这个中枢，或者说就是在这里继续震荡。那么更大的就是在这里继续震了，对吧？它现在这笔回来没回来，不够一笔，也就是前面这一笔的延续。那么现在还是在做居中枢震荡，最高点191.05。所以说你要做的话，就是先围绕这个中枢继续做。好就好在现在这个0轴上已经 MACD 已经上0轴了，这里如果说有力度的慢慢往上爬的话，看看有没有消息慢慢往上爬，然后给一个回落，不能回来，一个3买继续往上走。所以说你一定要离得远，你这个中枢如果说离它的位置空间不够大的话，那就很容易被拉回来。所以说针对英伟达的话，就关注最后这个日线中枢做中枢震荡就可以了。我们再看一下这个 Palantir 的话，上周五是出现了一个变化，就是出现了一个非常强的顶分型，利用我们刚才看的这个顶体分型的心理因素，对吧？这个顶分型是非常强的顶分型，
周五是跌了7.47%，对吧？所以说，然后它的内部结构，前面这里的内部结构又很饱满，好多小中枢在这里，所以说那就在这里要做 B 中枢了，做 A 中枢。它前面这个66.112的话是一个12345是一个五浪，那么这个五浪没有突破前面的这个高点，也就是说要在这里做中枢了。做完中枢之后，我们看是不是做一个这个收敛的中枢也好，还是怎样的一个中枢，然后看它能不能继续往上走。整体来讲，周五大跌是因为是一个消息刺激，好像是美国军方说，Palantir 他们的软件好像有 bug，还是有什么问题，造成了一个大杀。但是它也是因为涨得太多了吧，获利盘太丰厚了，对吧？所以说，牛市嘛，就是快跌慢涨，一旦有点什么风吹草动，就跌得非常快。但是呢，发现哎也不是什么重大问题，就开始慢慢又拉回来。所以说，就看它这一笔回落之后，你也可以测一下。看它能不能够到这个0.618或者任意位置，我也不知道到哪儿，但是你只能去跟。然后它也可以是下周如果说要做一个修复的话，也可以，比如说给一个修复，相当于1小时上给一个二卖，然后再往下杀也可以的，怎么整都行，主要就看市场怎么选。所以说这里的话，首先这个要注意，做多的话你要小心一点，因为更可能是要出现一个回落，这都是我的一个主观判断也好，或者说一个推演也好。所以说更重要的是要看当下市场的一个选择。这是针对这个帕兰提尔，我们再看一下特斯拉。特斯拉的话，我们在上周也分析过，而且我们当时还分析出来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468。468怎么来的呢？就是这里有一个中枢，这是进入段，然后这里是离开段。在上周我们分析的时候已经知道468这个位置了，为什么呢？468是等比例，四六八是这个离开段跟这个进入段等比例的位置，上周我们就分析出来了。那么它最高点470.54，470.75好像是470.75，对吧？正好是顶到这个等比例的位置，然后出现一个高开低走。所以如果说你知道了这个468这个位置，你肯定不会往里追呀，对吧？那你可能会去减仓，甚至是尝试做空它都可能，因为它的内部已经有两个中枢，1小时让两个中枢是往上走的，这个我们之前也分析了，看一下一小时上 A 中枢、B 中枢，然后给了一个三买，我们当时上周的时候好像应该在这个位置，或者说在前面这个位置，反正是中枢当时已经有了。那么它现在第二个中枢还给了一个三买，然后出现了一个盘整背驰，然后这就是那个高开，然后往下砸，对吧？你一旦知道结构已经相对饱满的情况下，你做多肯定是很谨慎的。不知道有没有做特斯拉？因为特斯拉这个结构非常清晰，上周有做特斯拉的朋友，应该都能够按照结构一段一段做。那你一旦一段一段做的时候，你的节奏会踩得非常好，就很舒服。你一卖它就回落了，然后你一买它又涨了，你一卖又回来了，你就觉得这个市场太有意思了，对吧？你每一个点儿踩点就跟跳舞一样。为什么禅师把炒股票或做交易像跳舞呢？你看我好多这个封面都用牛和熊两个人在跳舞的这个来象征什么呢？就是你要有节奏感，对吧？一定是，这个买的地方去买，卖的地方去卖，买卖的节奏不能错乱。一旦你错乱的话，就跟跳舞的时候你踩错了点儿，那就会脚下就乱了，那你不可能跳好舞啊，对吧？所以说，一旦你踩准了节奏之后，你会发现这个市场是非常美妙的，就跟那个跳舞的时候，这个一边跳着舞一边听着音乐，非常舒服的感觉。这就是为什么禅师形容，交易有点像跳舞一样。那么这也是现在出现这个三买之后拉回来了，发现没有？那么它后期的一个演变，我们看，这是三买，可能这里再做一个中枢也可以，那这就是一个大中枢，前面变成一个进入段，然后我走离开也可以，或者说什么呢？或者说从这里断开，前面是一个这个趋势上，然后这里给一个二卖，这是一笔反弹，然后给一个二卖之后往下走1小时上，所以这笔反弹要关注它，看一下到哪个位置，对吧？不能够突破前面的高点就是二卖，它还可以继续往下走。所以说，这就是特斯拉。如果说，哎，很强势的突破0.618，那就是在这里再做第三个中枢，
而且是升级之后看它能不能往上走。这就是这个特斯拉后期我们要关注的。然后再看一下这个英特尔，英特尔的话也是非常有意思，被这个大家形容为这个奉旨起草，奉旨起草，又说是有可能要跟 AMD 有合作，要代工 AMD，对吧？各种消息刺激吧，不管说是什么玩意原因，但是它图形上你发现非常强，走的非常强。现在看的周期是日线，我们这是之前分析的那个中枢，然后当时是有朋友在做直播的时候提问的位置，然后这个出现英伟达开始投资它，然后一个大涨，现在一直是一个非常强势的，小周期是有回落的，是一个1、2、3、4、5小周期走了一个小五浪，对吧？那么在大周期上有一个位置就是0.618的38.44，也就是前面这波下跌的一个反弹位置38.44，对吧？现在是一个比较明显的这个阻力位置。还有就是这个120月均线也在这个位置。如果说不能够回到这个中枢的话，还可能形成一个三卖之后，看它是不是三卖转二买，然后再往上走，对吧？所以现在是上面有几座山在这里挡着，看它能不能够继续延续。那么我们再回到日线上，针对下面这个中枢一直没出现三买，这里是出现过回落的，但是都不够回落一笔。也就是说，这里如果说，比如说其他的消息刺激，一个什么坏消息啊什么玩意儿的，一个刺激回来一个很大的一个空间，但是呢，还是没回到这个中枢来，还是三买。你也可以用这个黄金分割，那这就深了，对吧？这就很深了。但是因为它前面涨幅过大，获利盘太丰厚了，如果说出现一个快速杀的话，也可能杀到这些位置。杀回来的话，你要关注是不是有三买。如果说杀到这些位置的话，不是让你这个割肉的位置，而是它三买还可以买，看它是不是在这里做中枢。这是 A、B，然后还可以打高点，或者说一个三买回来了，然后继续往上走，就是走浪形也可以。这就是关注它，如果出现大幅回落的话，要关注一下这个位置。好的，我们再看几个这个小的，这个 CRWV 也是关注度比较高的，这也是这个英伟达的亲儿子吧，英伟达投资了他们，造成那个他们这个关注度也比较高。那么周线上一笔上，一笔下，一笔上，这是三笔已经构成了，而且这个反弹很强，已经到了0.5和0.018之间了，对吧？反弹也够一笔了，然后现在也没有顶纹型，下周就看这一笔的延续与否。那么日线上还是一笔，小周期上是有两个中枢的，看一下1小时上，但是呢，这个中枢又比较特殊在哪儿？我们看一下，1、2、3、4、5、6、7，这是7笔，但是它其中这一笔呀、这一笔是不够这个5根的，也就是说不够一笔。如果说你把这个现在看的周期是1小时，如果说你去30分钟看的话，那就是这样了，1、2、3、4、5、6、7、8、9。如果说在30分钟上是9根，它就是升级了呀，级别大了。那么你有2次回落还是三买，也就相当于这是进入段，这是大 A 中枢，这是这个只是一个三百的小中枢回落，然后可以再继续往上生长，出现一个小 B，就是说这所有的后面这些从这个位置起涨的都是小 B 段，这个是 B 中的大 A，可以在上面再做出来一个 B 中大 B，才可能结束这个后面这段生长。所以说现在因为这是通过30分钟看，现在看的周期虽然说是1小时，但是我说的是30分钟的事儿。还有看能量，所谓的能量就是它这个周期这个用的时长更长，那么它积蓄的能量更大。那么这里的话，它就能量小，所以这两个一看你也能知道，就是它俩的级别是不同的。虽然说缠论里面都是到9段才升级，不到9段之前都这个级别都一样，但是因为它这里是有一个这个特殊情况在这里处理的，特殊情况在这里存在的，需要这个说一下。所以后期就要关注它能不能够这里快速往上走，这里有一个小中枢，然后快速往上走，再做第二个中枢，那有可能结束这个小 B 段，对吧？或者说什么呢？把这个做大也可以。这样的话，看是不是这个升级之后往上走，因为它也是周线上快到了这个0.618这个位置了。如果说上不去的话，那就看它先沉一下，沉一下，那就变成了1小时上，就变成了什么呢？这里断开，这是一个
日线那一笔，然后这里是2次反弹，然后不能上去，然后往下走，也可以的。所以说就看它能不能够突破这个中枢，往上选择还是往下选择。下周这是这个 CRWV 需要关注的。最后再看一个 CRCL，也就是之前这个稳定币的发行商，但是它是第二大的，那个第一大的是 Tether。那它的那个结构，周线上这个一笔上，因为它的发行价是好像是31，对，31。那么在周线上，虽然说我们看一下裸 K，这一笔是4周是不够5根的，但是无所谓，因为它是31，相当于一个进入段，是一个这个跳空缺口是没有问题的。那么相当于它这里是一笔上一笔下，然后现在是重新一笔已经生成了，新的一笔也生成了，但是它这个离这个0.382还很远，就反弹现在是偏弱。下周就关注能不能够继续往上走到这个起码碰一下180，更强的话当然是这个往上走，那就看这个虚拟币那边，就整个虚拟币这个行业，这个这个有没有更多的这个基本面的一个支撑，对吧？然后日线上，因为在周线上这一笔已经构成了，那么日线上也已构成了3笔，也3笔了。那么就看它这里是回落一次构成中枢往上走，还是说3笔就可以结束了，左反向也可以，那就关注这笔的回落。若是快速杀掉这个位置，也就是182.84，这里其实可以有一个类中枢的，因为3段就可以有一个中枢嘛，对吧？如果是快速杀掉这个位置，那你就知道可能走反向，也就是周线上这里是一笔上，然后走周线上一笔下，或者说是在这里有一个中枢了，我可以回来，然后在这里继续震，然后往下走，也可以，或者说往上旋也可以，对吧？所以就看它有了这么一个中枢之后，它的一个力度性的一个选择，最好是要它等它 MACD 冲到0轴以上，才有可能开展或者出现一个更大幅的上涨。现在还没有出现这个明显转强，就整体转强的一个迹象。虽然说在周四的时候是上涨了16%，还是比较强的，但是它周五的话又是一个冲高回落。好的，那么的话，我们今天的分析就到这里了，我们下周再见。